准备2份延长胶，钻石粉与胶的比例为1:2，搅拌均匀。取云晶粉放入延长胶，云晶粉与胶的比例为1:3。准备好2份胶，待用。薄涂底胶压入划痕当中，有韧性的短刷按压式涂布底胶，可以使得底胶嵌入划痕不易起翘分层。底胶入口袋，注意不要涂在口袋壁上，将剩余底胶整甲涂布均匀即可。照灯60秒。将调好的钻石粉胶放置在纸托上，用笔衔接游离圆铺出形状。这次铺的是方形，注意甲沟直线就是它的形状线。另外一侧也是带胶衔接游离圆，均匀分布。接着拿会拐弯的建构拉线笔调整边缘形状线，这样可以减少打磨修行时间。这一层不要太厚，不然后面塑形捏不动。照灯60秒，去掉纸托，把调好的云晶粉胶铺上去做塑形。还记得吗？塑形是塑形，建构是建构。这一遍胶量主要覆盖在甲床大受力范围，不用进口袋。第一遍找好框架后铺胶做塑形的准备。这一步胶量先铺匀，不用管是否有漂亮光圈。倒置的目的只是为了均匀分布，不是为了找高点，让它呈现出两边宽胖的效果，确保两侧胶厚度够。照灯10秒左右，准备塑形。如果拿不准是否达到塑形状态，触碰指尖和甲床宽处不拉丝不软就能塑形。擦去浮胶，避免打滑。胶外溢时候塑形夹不方便，可以把溢出部分磨掉一点再塑形。平行塑形夹夹住延长甲侧线，大拇指比较宽，需要2个手固定捏住甲床最宽处。确认变瘦后，手持灯临时固化，避免到大灯路途中回弹。一字灯固化30秒后，到大灯里照灯60秒定型。看塑形前和塑形后的差别是不是很大？指尖直线打磨干净笔直，侧面甲沟直线也要拉直。侧直线打磨，注意是先拉延长部分的直线，然后才去衔接 A、B 点，接着过甲床直面。这一步主要是为了让甲型变得左右对称，更重要是显瘦。左边同样操作，接着用打磨机把顶部整体过平整，指尖周围都过光滑，不断去检查指尖形状的厚度，整体平整厚度均匀后，就可以准备建构了。擦干净粉尘，来看一下它的侧面，让它形成一个指尖微高的状态，这样建构以后后缘高度起来，指尖建构略薄，就可以透出底部云锦粉和钻石粉的部分。彩色延长胶莫兰迪灰紫。先薄涂一遍找框架，这次框架需要进口袋。彩色延长胶是硬胶，可以塑形也可以建构。由于是延长胶，它流动速度不如流平胶、建构胶那么快，因此取量不能太少，不然无法流平。建构是需要胶量塑造高点的，胶量太少的话，高点就起不来了。现在这一步主要是让胶均匀分布，建构的要诀是先铺匀，再倒置找高点，倒置后回来，这样就可以照灯了。接下来薄涂一遍钻石封层，来看看最终效果吧。